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宇宙回声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永生的可能，人类能不能长生不老？想象一下，你站在生命的长河中，河水奔腾不息，而时间这条河流却对你按下了暂停键。从此，没有皱纹悄悄爬上脸庞，没有衰老带来的力不从心，更没有与挚爱之人的悲伤告别，也不再有生命尽头的终点。这样的永生，你会心动吗？长生不老，这个跨越了千年时光的梦想，就像一颗璀璨却遥不可及的星辰，一直吸引着人类不断追寻。从古代帝王的苦苦探寻，到现代科学的大胆尝试，我们对永生的渴望从未停歇。但它究竟是镜花水月，还是真有可能成为现实？科学又能否为我们揭开永生的神秘面纱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类这一终极幻想，探寻长生不老的秘密。第一章，人为什么会老？从科学的视角来看，衰老就像是一场缓慢却又无法阻挡的细胞失能过程。我们的身体如同一个精密的机器，细胞则是这个机器里的微小零件。在生命的漫长运转中，这些细胞逐渐失去了高效修复和再生的能力。那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不得不提端粒理论。端粒这个神奇的存在，就像是染色体末端的携带头。大家都知道，携带头能保护携带不散开，端粒同样肩负着保护染色体的重任。但它有个特性，每次细胞分裂，端粒都会像被削短一截的鞋带一样缩短。当端粒短到无法再保护染色体时，细胞就如同失去了防护的城堡，开始走向衰老、死亡。形象点说，端粒就像是细胞的寿命时钟，每一次的缩短都在为生命倒计时。其次，自由基理论也在衰老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化学反应，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名为自由基的导弹分子，它们非常活跃，如同横冲直撞的小怪兽，会疯狂地攻击 DNA 和细胞结构。想象一下，细胞内部原本有序的小世界，被自由基搅得一团糟，细胞功能自然大打折扣，老化速度也随之加快。再者，基因突变也是衰老的一大元凶。随着时间这把无情的刻刀在生命中留下一道道痕迹，我们体内的遗传信息在不断的复制过程中，就像老旧的复印机，开始频繁出现错误。这些错误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随着岁月逐渐累积，最终它们如同隐藏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，引发了衰老以及各种疾病。简单来说，衰老就像是生命程序里被预先写下的倒计时，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，这个倒计时就悄然启动。但人类的智慧和勇气注定不会向这样的命运轻易低头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科学在永生探索之路上的大胆尝试。第二章，科学的永生探索。在现代科学的前沿领域，众多科学家正全力以赴，试图打破生命的时间枷锁，让永生从遥不可及的幻想逐渐走进现实。基因编辑领域，科学家们如同技艺高超的生命程序员，利用 CRISPR 等先进技术，尝试精准的修复与衰老相关的基因。这就好比在一本充满错误的生命之书中，逐字逐句的修正那些导致衰老的错别字。例如，有研究发现某些基因的突变会加速衰老过程。通过 CRISPR 技术，科学家们成功在实验动物身上对这些基因进行了编辑。实验结果令人振奋，部分动物的衰老进程得到了明显延缓。抗衰药物方面，2甲双胍、NAD+ 加前体等药物成为了研究的焦点。2甲双胍原本是治疗糖尿病的常用药物，近年来却在抗衰研究中崭露头角。有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，在一些实验动物身上，2甲双胍能够调节身体的代谢过程，就像给身体的代谢引擎进行了一次精细调教，从而延缓衰老。而 NAD+ 加前体作为细胞内重要辅酶 NAD+ 加的前体物质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体内的 NAD+ 加水平会逐渐下降，这就如同手机电量不足，细胞的各种功能也会受到影响。补充 NAD+ 加前体就像是给手机接上了充电器，
让细胞重新充满活力。在动物实验中，补充 NAD 加前体的动物在多个方面展现出了延缓衰老的迹象，如身体耐力增强、认知能力保持良好等。人工器官领域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，借助 3D 打印和干细胞技术，我们仿佛看到了未来身体器官按需定制的希望。以心脏为例，心脏作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，一旦衰竭，生命就危在旦夕。而现在，科学家们已经能够利用 3D 打印技术，根据患者的具体需求，打印出具有一定功能的心脏组织。同时，干细胞技术也在为培育完整的心脏提供可能，通过诱导干细胞分化成心脏细胞，再逐步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心脏。肾脏等其他器官的研究也在稳步推进，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当我们的器官出现衰竭时，只需像更换汽车零件一样，换上一个全新的人工器官，就能继续健康的生活。冷冻复活技术听起来就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，但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中的一种探索方向。一些公司提供人体冷冻服务，他们将人体在极低温度下冷冻保存，期望在未来科技足够先进时，能够将这些被冷冻的人复活。目前，虽然还没有成功复活的案例，但从理论上来说，低温冷冻可以使人体细胞的代谢活动几乎停止，就像将生命暂时定格，等待未来的科技来解冻并修复身体的各种问题。意识上传这一设想，更是将永生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。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发展，让我们看到了把人类意识转化为数据，存储在计算机或虚拟世界中的可能性。想象一下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的意识能够脱离肉体的束缚，在虚拟世界中继续存在。在那里，我们可以拥有无限的时间去学习、探索、体验各种奇妙的事物。这不仅是对永生的一种大胆设想，更是对人类存在形式的一次深刻思考。这些前沿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，让永生不再只是停留在神话故事中的美好幻想，而是一步步向现实逼近。尽管道路依然充满未知和挑战，但每一次的突破都让我们离这个终极梦想更近了一步。第3章，长生的代价。当我们满心欢喜地憧憬着永生带来的无限可能时，却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，永生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代价。从社会层面来看，如果人类真的不再面临死亡，人口增长将如同脱缰的野马，失去控制。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土地、水资源、食物等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都将面临严重的短缺。想象一下，城市里高楼林立，街道上挤满了人，每一寸土地都被充分利用，却依然无法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。水资源变得极度珍贵，人们为了获取一滴水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食物供应也变得捉襟见肘，饥荒随时可能爆发。这样的世界与我们所向往的美好永生似乎背道而驰。在阶级分化方面，永生技术在初期必然是昂贵的，这就如同历史上许多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奢侈品一样，只有少数富人才有足够的财富去享受，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。富人凭借财富获得永生的机会，能够不断积累财富和资源，而穷人则只能望洋兴叹，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了基本的生存苦苦挣扎。社会的贫富差距将被无限拉大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。伦理问题更是永生带来的一大挑战。在传统观念中，婚姻、家庭和传宗接代是人类社会延续的重要纽带，但如果人类实现了永生，这些观念将受到巨大冲击。婚姻是否还像现在这样具有唯一性和长久性？家庭的结构和意义又将如何重新定义？人们不再需要通过生育后代来延续家族血脉，那生育的意义又何在？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选择，更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重塑。从生命意义的角度思考，哲学家曾深刻地指出，正因为生命有限，才让每一刻都弥足珍贵。当生命没有了终点，人生可能会失去那种紧迫感和珍贵感。
我们不再会因为时间的有限而珍惜每一个当下，不再会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全力以赴，因为我们总觉得还有无尽的时间可以挥霍，生活可能会变得平淡无奇，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和对生命的敬畏之心。所以，永生虽然看似美好，但在追求它的过程中，我们必须要慎重考虑这些潜在的代价，权衡利弊，确保我们的选择不会让人类陷入另一个困境。第4章，古代的长生梦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并非现代才有，古代的先人们同样对永生充满了无尽的渴望，并为此进行了各种大胆的尝试。在中国古代，秦始皇无疑是追求长生的典型代表，他统一6国后，坐拥天下，享尽荣华富贵，但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愈发强烈，于是他派遣众多方士前往东海，寻找传说中的不死药。这些方士们声称，在茫茫东海的仙山上，生长着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仙草仙药。秦始皇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支持方士们的寻仙之旅。同时，宫廷中的炼丹术士们也日夜忙碌，试图通过炼制丹药来实现秦始皇的长生梦想。他们将各种矿石、草药等混合在一起，在熊熊烈火中炼制，期望能炼出一颗神奇的仙丹，让人服下后便可超脱生死。然而，尽管秦始皇想尽了办法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，他的长生梦也随之破灭。在西方，同样有着对永生的美好向往。基督教中提到永恒的灵魂，认为人的灵魂在肉体死亡后并不会消失，而是会进入天堂或地狱，获得永恒的存在。在希腊神话里，众神拥有不朽的生命，他们住在奥林匹斯山上，享受着永恒的青春和无尽的权利。人类对神的这种不朽充满了羡慕和向往，渴望自己也能拥有类似的永恒生命。欧洲中世纪的炼金术也是人类追求永生的一种独特方式。炼金术士们坚信，通过对各种物质的提炼和转化，能够找到一种名为贤者之石的神奇物质。据说，贤者之石不仅能够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赐予服用者永生。炼金术士们在昏暗的实验室里，日夜守着熊熊燃烧的火炉，对各种金属和化学物质进行混合、加热、提纯。虽然他们最终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贤者之石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对化学知识的探索和积累，为后来化学科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这些古代的长生梦虽然都以失败告终，但它们背后所体现的是人类共同的对死亡的深深恐惧，以及对永恒生命的强烈向往。这种渴望穿越了时空，一直延续到今天，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生命的奥秘。第5章，灵魂的永生。除了从肉体层面追求永生，在人类的精神信仰领域，灵魂的永生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。众多宗教都认为，肉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腐朽、死亡，但灵魂却有着永恒的存在。以佛教为例，佛教讲轮回，认为众生在生死轮回中不断流转，灵魂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消失，而是会根据前世的业力，在不同的生命形态中轮回转世。每一次的轮回都是灵魂的一次新旅程，通过不断修行，灵魂最终可以达到涅槃的境界，摆脱轮回的束缚，获得永恒的解脱。基督教则宣扬天堂与地狱的概念，相信人死后，灵魂会根据生前的行为善恶被上帝审判，善者的灵魂将升入天堂，享受永恒的幸福和安宁，恶者的灵魂则会坠入地狱，遭受无尽的痛苦和折磨。在基督教的教义中，灵魂的永生是与上帝的救赎紧密相连的。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观点，强调审判与永恒。在末日审判时，真主将对每个人的灵魂进行审判，决定其最终的归宿。正义者的灵魂将进入天园，享受永恒的美好，而作恶者的灵魂将被投入火狱，承受永恒的惩罚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一些濒死体验与前世记忆案例，也让一些人更加坚信灵魂的存在以及灵魂永生的可能性。有许多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描述，
在生命垂危之际，他们感觉自己的意识离开了身体，仿佛飘向了一个光明、宁静的地方，甚至能看到自己身体周围发生的事情。还有一些人声称拥有前世记忆，能够清晰地描述出一些前世的生活细节。这些案例虽然目前还无法用科学完全解释清楚，但他们无疑为灵魂永生的观点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。如果灵魂真的存在，并且能够实现永生，那么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类已经实现了永生，只是这种永生不在肉体的层面，而是在灵魂的维度。这也引发了我们对生命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更深层次思考。第6章，未来的可能性。从科学推演的角度来看，未来的科技发展或许真的能让我们看到永生的曙光。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断完善，我们有可能精准地修复所有导致衰老和疾病的基因缺陷，让细胞永远保持年轻、健康的状态。抗衰药物的研发也可能取得更大的突破，不仅能够延缓衰老，甚至有可能逆转衰老过程，让我们的身体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。人工器官技术的成熟，将使我们能够随时更换衰竭的器官，确保身体这部机器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。在遥远的未来，我们或许真的能够利用这些科技，将人类的寿命延长至几百年，甚至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数字永生。从宇宙的宏大角度去想象，如果宇宙中存在其他高等文明，他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很可能远远超越我们，那么他们是否已经跨越了死亡的限制，实现了永生呢？也许在那些高等文明中，生命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不再受限于肉体的寿命。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将意识与先进科技完美融合的方法，实现了意识的永恒存在。这不禁让我们思考，人类在宇宙的生命进化历程中处于怎样的位置？我们是否有能力追赶那些可能已经实现永生的高等文明？当我们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永生时，一个深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：人类真的准备好面对永生了吗？永生意味着要面对无尽的时间，在这漫长的时间长河中，我们可能会经历无数次的离别、失去，也可能会面临无尽的孤独，因为身边的人可能无法与我们一同实现永生。我们将看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、成长、衰老、死亡，而自己却永远停留在时间的长河中。同时，永生也伴随着无尽的未知，我们无法预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和变化。我们的价值观、生活方式、社会结构都可能因为永生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人类能不能长生不老？这个问题，科学正在一步步逼近答案，但却又仿佛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始终无法完全揭开。在追求永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不断探索、尝试，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，但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和深刻的思考。或许，比起单纯的追求永生，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，生命的价值究竟来自它的长度，还是它的深度？当死亡不再是必然，我们是会像想象中那样，更接近神的境界，拥有无尽的智慧和力量，还是会在漫长的岁月中，逐渐迷失自我，变得冷漠、麻木，甚至失去作为人的本质特征？答案就留给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，也留给此刻正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你。希望在探索永生的征程中，我们不仅能找到延长生命的方法，更能领悟生命的真正意义，让每一个生命都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。